今年2月9日，汪峰没有公开祝贺章子怡生日快乐。去年这一天，他说：“老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每一个生日，除了你自己的许愿，我也有对你的心愿。”汪峰对章子怡的生日祝福一直可以追溯到2016年，在这7年里，只有2020年中断过一次，当然这是有理由的，疫情大爆发，也不太适合你侬我侬。按照汪峰过往深情人设，今年没有理由不祝贺，除非他们真如传言那样离婚了。张汪婚变的消息一直没断过，2021年底就有。当时两人持股的新影佳映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，两人退出该公司股东行列。但从2022年2月9日汪峰照例线上对章子怡的生日祝福来看，婚变消息不实。10月23日中午时分，有记者向汪峰、章子怡各自工作人员问询，但未获得任何回复。当时在社交媒体平台，双方也没有公开回应。一般而言，如果没有离婚，应该会快速辟谣。那么两人却已离婚，当然不会回复记者了。23日下午，章子怡发布声明，确认离婚事实。在声明中，章子怡说：“经历了8年婚姻的我们，经过慎重考量与商议，决定解除婚姻关系，未来将以亲人身份共同抚养、陪伴孩子们长大，依旧是孩子们最信任的父母。我们之间没有是非对错之争，分离不代表辜负或背叛。这是2个成年人共同的决定，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与支持。”2017年，汪峰曾在个人纪录片《存在》中披露了自己和章子怡的恋爱细节。在该纪录片中，章子怡也有出镜。她说：“我们在一起被大家知道后，就有各种说法。其实我们特别像是狂风中携手向前的2个人。我觉得我们到了今天这个年纪，要为自己活出一点尊严。”两人在一起后，共同成立了一些公司，试图在商业上互相扶持。但事实上，两人相加没有带来大于2的效果。2014年，章子怡确认和汪峰走到一起，那一年她的事业也到了顶峰。当年，她凭借《一代宗师》先后夺得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、第3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、第8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、第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主角奖、第14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，成为众所瞩目第3金影后。2014年，北京国际电影节颁奖当晚，章子怡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，到场半个娱乐圈的人，好莱坞影帝阿德里安·布劳迪也现身捧场。不过，章子怡就此开始在事业上走下坡路。此后，她的电影作品寥寥，唯有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和《无问西东》稍好，其他有存在感的也都是综艺。在商业领域，虽然章子怡和汪峰合资开了一些公司，但无疑有大的水花。2014年，两人共同投资成立蓝山竹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但此后没任何动作。目前该公司仍是2人持股，也没有员工，似乎更像是一个空壳。但章子怡个人的投资倒是有不少斩获。他持有飞宝传媒 9.34959% 的股份，首部电视剧《上阳赋》就是飞宝传媒主导出品投资，旗下曾有签约艺人刘云、李一桐、张馨予等。2018年，阿里影业曾以8000万元代价投资飞宝传媒，获得股权 8%， 以此折算，在5年前，章子怡所持股权就上亿。目前飞宝传媒没有进一步融资，但估值或会进一步上扬。除了飞宝传媒之外，根据天眼查显示，章子怡名下关联23家企业，其中13家为存续状态，包括深圳兴旺红筹回归投资中心、北京飘飘羽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、上海青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北京章子怡影视文化工作室等。除了个人投资，还有与合作伙伴联手业务。最知名的就是他在2015年加入了人权的 Star VC， 这是一支明星基金，还有黄晓明、李冰冰、黄渤等人。在 Star VC 中，章子怡比较关注母婴方向的创业公司，比如曾投资过母婴电商品牌蜜芽宝贝，但已关停收场。章子怡也和商界大佬联手，名下北京青怡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是张向宁，他曾是知名服务器提供商万网的创始人，后来万网被阿里收购，成为阿里云的前身。其实最厉害的是隐形资产，
也就是并非以章子怡个人名义投资的产业，他主要以父亲张元孝、母亲李卓生的身份代持。在李卓生的持股公司里，最知名的莫过于万达。2014年6月，万达商业地产谋求上市，公布了招股书，其中巨人集团史玉柱、泛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等都是股东，与这些大佬并列的就有李卓生。界面新闻当时报道称，李卓生2008年就持有万达商业地产股份，占股 0.5%， 在不断增资扩股后变为1800万股，约占 0.46% 股份。那年年底，万达商业前往港股上市，按照股价，李卓生持有的股份价值为 8.4 亿港元。而且章子怡还和如今出品《封神三部曲》的北京文化颇有渊源。2009年，他主演电影《非常完美》的出品人为宋歌，时任完美世界影视总经理。2011年转投万达影视任总经理。2013年创立摩天轮影视，2年后被上市公司金熙旅游收购，而金熙旅游的实际控制人则是万达商业地产的另一位自然人股东，华丽控股董事长丁明山。后来金熙旅游更名为北京文化，这就是另一段商业故事了。比起老婆的投资有道，汪峰在商业上也颇有野心。天眼查显示，汪峰名下关联20家企业，其中13家为存续状态，包括南京果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、江西菲尔科技有限公司、避风遗竹长兴文化传媒工作室等，版图涉及文化传媒、信息技术、投资管理等。汪峰最知名的一段创业经历是做岁月 AD 音乐平台，任职董事长，占股 11.86953%， 公司 CEO 是前乐视网总制片人、知名影评人郝仿。这家公司的投资人包括不少知名投资人，其中之一是现任阿里集团 CEO 吴永明。不过岁乐并不成功，在2016年10月发布以后，有过短暂的声量，辉煌时拿过亿融资，但很快就无疾而终。后来岁乐更名为菠萝，转做短视频社交平台。当然，这脱离了汪峰的优势范围，就更不靠谱了。早在3年前，这个 App 就停止了开发。目前，该公司仅有5位员工，应该是早已解散。汪峰的另一个创业项目是 Phil 耳机，本人在公司占股 21%， 另一大股东是梅花创投的创始人吴世春，同时亲自担任 CEO。2016年时，公司估值就破了10亿，2020年，公司又融资了1亿元，整体估值已经翻了一番。现在 Phil 耳机仍然在推出新品，算得上汪峰最具成长性的创业公司。假设根据20亿的估值计算，汪峰在 Phil 耳机公司的持股份额超过4亿元。但总体看来，汪峰身家与章子怡还是有较大差距。目前，两人在商业版图上仍有交集，共同持股蓝山竹仍然存续，但这种空壳公司其实没多大意义。8年前，章子怡在雁栖湖旁的生日派对上，汪峰求婚，这条消息成为当晚最重磅的新闻。3个月后的2015年5月，两人就领证了。年底，女儿出生，在北京举办的盛大百日宴也还历历在目。坊间都说是皮裤汪配不上国际章，因而一路走来，汪峰备受讥讽。不过回过来头来看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谁又能配得上谁呢？两情相悦也就好了。2017年，在纪录片《存在》中，章子怡对汪峰说：“你解释那么多干嘛呢？只要我理解你就行了，因为你是跟我过日子，不是跟所有人过日子。”由此可见，昔年章子怡与汪峰执意走到一起的决心。只是感情是流动的，爱就轰轰烈烈，不爱就各奔前程。离婚不是可怕的事情，也不存在对错，更不应该成为道德枷锁。所以勇敢分，对彼此也是幸事。不过汪峰离婚4次了，有点过于勇敢。而且未来的财产分割会不会出现撕破脸的情况，有待观察。唯愿两位大明星同时也是商业界的成功人士，为影迷、歌迷们做出表率。